备受好评的老牌 VR 射箭肉鸽冒险游戏《亡灵游侠》迎来了 Quest 3增强画质更新啊！除了常规的提升渲染分辨率和默认运行帧率外，在图形效果方面替换了全新的地板纹理，并且为这些贴图增加了更逼真的反射表面效果，同时大大改进了整体的照明效果。你可以看到明亮的光线从地板上闪过，而且在室内环境下不但提高了光比，还让彩色玻璃窗也提供了环境照明。在敌人方面还增加了一定的阴影效果，总体比起之前的画质表现确实是提高了一个档次。不过目前只对猎域模式的第一个章节做了提升，后续还会继续扩大更新范围，并带来更多的视觉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游戏实际里对比一下更新之后的效果。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网络，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那进到更新版本之后的第一眼，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渲染分辨率的提升。渲染分辨率比之前提高了40%，现在你在实际的战斗地图当中，它的渲染分辨率是2600×2800，然后帧率呢是从72帧提高到了90帧。其实你是可以用游戏优化软件把它拉到120帧，也都是可以稳定运行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后期手动修改一下。接着我们就看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纹理的变化。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原版的地板呢，其实就是一个黑石块，包括这个楼梯也是啊，就是黑漆漆的一片。Quest 3版本更新之后，就变成了类似于这种花岗岩一样的一个材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表面的这种反射效果是很明显的，就是你一眼扫过去就能感觉到它是有一种光泽的一个闪亮效果存在的。包括这个楼梯这种有点像这种乳白色的大理石一样，大家可以跟着我这个亮光剑的亮光去感受它的这个光泽的反射，包括栏杆这边的石块也都是做了这个反射效果的，而且整个游戏整体的这个光亮效果也比之前增加了许多。现在就是你在游戏里面看到的整个环境都会比之前提亮了非常多。还有就是它本来一直都有这种云层扫过地面的那种阴影在这种流动嘛，现在在这个有了更好的一个光比的一个环境里面，它的这个流动的这个天空阴影的效果就显得更加的这个有生命力。反射效果呢，同时还体现在这个有这种铁质盔甲的这个敌人身上，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是原版的这个盔甲这个头的面罩嘛，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那现在我们把它给切换到 Quest 3版本之后，你就能注意到它这个光泽那个抛光程度就更高，然后你会感觉更加的像镜面的反射的一个效果。接着是我认为提升第二大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室内场景，现在原来的版本就是这样黑漆漆的一片，然后这个窗边呢，它只是做了一个微亮的白光的一个效果。那整体上你在游戏里面看起来就是死气沉沉的那种黑，单纯就是一个暗的感觉。但是现在Quest 3加强之后，你可以看到啊，它会相对应的做了这个彩色的窗，做了一个光照下去的一个光亮的照明。你走进去看呢，它这个照明它还会有我前面说的那种天空云层流动之后的那种效果，在投射在这个光亮的这个区域之后，就会显得更加的生动。另外就是这款游戏它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射出来的这个黄色的箭，它会全程成为一个动态光源，在这个游戏里面作为一个照明。然后当然原版也是有这个效果的，但是现在在Quest 3加强版里面，它本身的这个金黄色的这个箭呢，它的这个动态实时照明的范围会更加的大。然后它在这个昏暗的场景室内场景里面，因为它的这个流动的这个层次感不是更好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光照效果就有一种1+1大于2，就从量变变成了一个质变的感觉。还有这个雾的效果存在，虽然原版也有，原本在那个完全昏暗的场景之下，这个雾的存在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多余，但是现在有了更好的照明效果之后，这个雾真正能够构成具有这种氛围感的这个渲染。最后一个更新比较明显的就是怪物现在身上会有一个阴影的投射，只是可惜这个阴影的投射不像其他的，比如说阿斯加德之诺那个动态的实时阴影，你的四肢的动作会被细致的描绘出来，但是在这个亡灵游侠里面，它这个阴影只是说变成了一个长条或者变成了一个圆点的这个阴影，它等于就是为了节省性能嘛，但是怎么说呢，了胜于无吧。反正我自己综合体验下来，完全从视觉层面来讲，确实是提升更新之后是日与夜的区别。我真的建议大家能够来重新尝试一下这个亡灵游侠，它在Quest 3上面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彩。
希望游戏开发在后续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大的惊喜吧。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就陪着 VR 成熟落地 VR 找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的玩家交流社群，具体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